我是萬萬沒有想到，原來板栗殼和橘子皮搭配在一起，作用居然這麼厲害。農村老中醫用了一輩子的土方法，省錢又實用，可惜知道的人不多。那麼趕緊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這裡是鵬鵬美食坊。板栗有很多人都喜歡吃吧，因為它不僅營養價值高，而且吃起來口感軟糯香甜，尤其是大家都喜歡吃的糖炒板栗。當然也有很多家庭喜歡用板栗在家裡面燉肉等等，但是用完了之後都會將板栗殼直接給扔掉，其實那樣太浪費了。那麼快來看一看板栗殼到底應該怎樣使用呢？首先我們需要先把板栗洗乾淨，先加水把板栗表面淋濕，然後加入一勺面粉，最後開始來搓洗。因為板栗殼表面看似光滑，實則非常的髒，尤其是板栗殼底部上面沾染了很多的灰塵與髒東西，因此一定要用面粉來搓洗哦，因為這樣才能把板栗洗得乾乾淨淨。只是洗上了一小會兒，可以看見水中其實已經變得特別的髒了。直到將板栗每一顆都搓洗一遍，然後再用一勺水給它沖一沖，這樣就能把板栗殼洗得乾乾淨淨了。當然板栗去殼也有技巧，我們只需要將每一顆板栗上面打上一個這樣的十字刀花即可。接下來把所有打上刀花的板栗放入一個大碗中，接下來往碗中加入一勺開水，最好是剛燒開的喲。讓板栗在開水中給它燙燒5分鐘左右時間，利用這個時間摘上一個橘子，然後把它放入盆中清洗，同樣用水把橘子皮表面淋濕。接下來撒上一把食用小蘇打。眾所周知，食用小蘇打它不僅僅清潔作用非常強，而且還可以有效的去除水果表面的農藥殘留。因此一定要用這個方法把橘子皮洗乾淨哦。有的朋友就會問了，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洗橘子皮呢？因為我們今天就是用的橘子皮，而不是吃橘子。我相信看過之後，你以後吃完橘子的橘子皮再也不會捨得扔掉了。直到將整個橘子都用食用小蘇打搓一遍，可以看看橘子表面是不是已經變得特別的髒呢？最後同樣用水把整個橘子再冲刷一遍即可。接下來我們開始切橘子，先把橘子頂部給它切掉，然後在橘子皮上面給它打上一些刀花，這樣我們剝出來的橘子皮才會更加的好看。當然了，你或許並不知道，其實橘子皮它營養價值是特別的豐富，同時也兼具一定的藥用價值。比如說平時我們用的陳皮，就是這是橘皮或者橙子皮晾曬乾而釀製成的，而且時間放置着越久越好哦。然後我們只需要將橘子皮給它剥下來即可。當然像這樣一整個用不完，不要浪費，我們摘下2片，多餘的可以拿去晾曬乾，然後將橘子皮給它切成絲，不要切得太細了，差不多在 0.5 到 0.8 左右即可。切好之後，先把橘子皮放在一旁備用。而這時候估計板栗也已經泡得差不多了，用手包一下，可以看見板栗殼已經被泡得特別的軟，因此可以輕輕鬆鬆的就把板栗殼給剥下來。剥下來之後的板栗，我們可以直接拿來煲湯或者燉肉即可，直到將所有的板栗殼剝完為止。然後把切好的橘子皮放入鍋中，
剥下來的板栗殼也放入鍋中，然後加入500毫升左右的純淨水，蓋上蓋子，然後用大火開始煮。水開以後繼續煮5分鐘左右的時間。這時候也可以準備1小把枸杞。俗話說，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溫杯裡泡枸杞，這足以說明枸杞的營養價值了。你到了喝枸杞的年紀了嗎？當然，枸杞也不需要太多，控制在5克左右即可。枸杞用之前也需要先把表面淋濕，同樣撒入一些麵粉，然後開始抓洗。因為枸杞表面凹凸不平，無論是生長、採摘過程中，其實並沒有經過任何處理，所以它表面有很多的灰塵以及雜質，而麵粉吸附作用又非常的強，通過這種方法就能把枸杞表面洗得乾乾淨淨。不知道你平時用枸杞來泡水喝的時候，有沒有用這個方法來清洗呢？朋友們要謹記一點，無論多有營養價值的食材，我們也一定要給它清洗得乾乾淨淨，這樣我們用起來才會更加的衛生，也會更加的健康哦。抓拌好以後，再加入水給淘洗幾次，然後將枸杞撈出，再用1勺水給它沖一沖就可以了。枸杞洗好之後備用，等到鍋裡面的陳皮以板栗殼煮好為止。現在鍋中已經煮得差不多了，揭開以後你會聞到一股橘子皮和板栗殼的香味兒，而且看湯汁的顏色，說明已經煮得差不多了。這時候我們可以用漏勺將裡面的橘子皮和板栗殼給它撈出扔掉。最後把枸杞倒入鍋中，當然了，個人建議在裡面加一些黃冰糖，這樣口感會更好哦。喜歡甜的可以多加一些，然後將蓋子蓋上，用小火給它煮5分鐘左右時間即可。煮好以後關火開鍋，這樣一鍋板栗殼橘皮水就煮好了。別說，聞起來還真香，而且我們盛出來看一看，湯汁的顏色也非常的濃郁，口感也不錯喲。朋友們不要小看橘子皮和板栗殼喲，把它們搭配在一起，這可是老一輩們留下來的土方法。喝一段時間過後，你會有驚喜哦。你知道把它們搭配在一起煮水有什麼作用嗎？可以分享出來哦。看完以後，你家中的板栗殼和橘子皮千萬不要再扔掉了，趕緊把它們搭配在一起煮水試試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